切断与中国的热线后，菲律宾在仁爱礁的冒险可能会到来，我们要做好对付美国的准备。关于中国与菲律宾在仁爱礁上的冲突，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谈到了较量的本质，以及中国与美国有没有可能因此而发生战争。按理说，菲律宾的补给船在遭到中国海警水炮的拦截之后，中方只是阻止了拉着建筑材料的船只，并且发出要求菲律宾将坐滩的破船拖走的情况下，菲方应该明白中国政府的底线了。但是仁爱礁事件的真正风险就在于菲律宾的亲美势力对美国支持的盲目自信，以及对中国底线的藐视。从最近事态的发展来看，菲律宾似乎想推动仁爱礁危机的升级。其一，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暂停了与中国海警的热线，菲方声称这条热线自从开通以来，菲律宾没有从中国得到任何好处，所以就得废除。其实这条热线从来就不是菲律宾可以挑战中国底线的保障，而且也并不适用于仁爱礁的情况。菲律宾如果一旦退出这条热线，那么不可避免的将增加中菲海警的误判，而进一步发生冲突的机会也将大幅度增加。第二，菲律宾政府已经全面否定了过去在仁爱礁问题上对中国做出的承诺。要注意，菲律宾政府过去在与中国的外交联合公报中早就同意拖走破船，现在他们撕毁承诺，意味着菲律宾为了挑衅中国已经放弃了外交底线。第三，菲律宾下一次可能会通过出动运输机空投的方式向破船投送建筑材料，这种方式不但效率低下，而且还会导致中国海警和中国海空军的进一步回应，有可能会引发菲律宾机毁人亡的事故。第四，菲律宾开始呼吁美国为飞船的补给任务提供护航，甚至直接帮助菲律宾在该岛建岛礁。此举不但等于破坏了南海行为准则各方所达成的共识，也将进一步挑战中国的底线。第五，菲律宾还有一些议员认为，可以将坐滩的破船改成一处可以供各国渔民使用的设施，并开始申请政府预算。这是一种挑战中国对仁爱礁主权的变通方式，我们同样不会容忍。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与菲律宾在仁爱礁问题上还有退路吗？应该没有太大的回旋余地了，因为这艘生锈破旧的船只已经到了垂危状态了。小马克思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计划与盟友合作采取更果断的行动。现在真正能决定菲律宾行动的其实就是美国，因为菲律宾仅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突破中国海警的封锁线的，而美国下场的后果就是让仁爱礁事件从一场舆论战变成热战。小马克思政府似乎就是要通过激进的行动验证一下仁爱礁是否置于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为了进一步激化中美矛盾，菲律宾政客还打算将中业岛列入美国军队的驻扎地点。当然，美国人是不是敢接受这一邀请，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总体而言，菲律宾在仁爱礁的挑衅，在南海对中国主权的挑战，几乎就只剩下了抱美国大腿一条路了。无论美国是否做出承诺，这些争议海域的清算时刻似乎即将到来。我们当前要做的就是做好相应的准备，必要时连美国人一起打。只要打掉了菲律宾政客的幻想，才能真正的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签订。至于中业岛，如果美国人胆敢登岛，又何尝不是中国收复领土的机会呢？